报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卓鲁图大人遇害的地方找到了。前面带路。义父，现在除了李元志和天木儿，卓鲁图也死了。金国使者卓鲁图是，就在刚刚。死状和完颜木的第3种诅咒一样，腰斩。也是诅咒。没错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这凶手杀死各国使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燕儿，你觉得这个凶手的存在对我们是有利还是不利啊？对我们？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和你义父有关吗？我作为大宋的使者，又是本次5国会盟的发起人，将其他4国的使者聚集在宴会城，结果5国使者死了3个，我自然是被怀疑的对象啊。义父，我了解您，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是您呢？怎么不可能呢？当初我是怎么教你的？要怀疑你能够怀疑的一切，这样你才能洞察一切。燕儿啊，你在药理方面是天才，但是不善交涉。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我被怀疑很正常，恐怕天有不测风云。义父，您这话的意思是？不是还有最后一个诅咒吗？如果我死于最后一个诅咒，那么乌斯曼公主肯定是最大的嫌疑人。倘若乌斯曼死了，我便是凶手第1嫌疑人，那我大宋必定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攻击对象。所以，不管这个凶手是谁，他都准备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这就是那个凶手可怕之处。倘若乌斯曼不死，那死的人便是我。不管乌斯曼和我是谁死，大宋都是众矢之的。现在就要看最后死的那个人是谁了。凡验尸首一处，乐家属先辨认尸首。若肢解为手臂腿脚，则各量别计，各写相去失远近。宋词洗冤集录。那个宋慈怎么样啊？宋大哥人很有正义感，而且我听他分析案子也很有道理。昨天夜里，他还遭到了神秘杀手的追杀，看来是快要触及到真相了。他人没事吧？那就好。建阳下水女鬼案，我已经听说了。燕儿，我希望你留在他身边，用你药理学的本事帮助他，并取得他的信任。后面我有许多事情需要他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义父，您说的是和死亡国度有关的事情吗？如今我大宋疆域只有之前的一半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珍惜每一个人才啊！这个宋慈很有可能会成为我大宋的栋梁。看来这次是真的。
哎呀，五国会盟现在死了3国使者，还剩下一个诅咒。你们俩说下一个是大宋的韩大人，还是回鹘的乌斯曼小姐？这凶手到底想干嘛呀？管他干嘛呢？现在可好了，原来咱们以为都是金人干的，金人的使者也死了，他们这下子撇干净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。哎，宋慈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完颜穆的4个诅咒应验了3，这也太神了。我说的是金国使者，这位大国使者连夜逃跑，连个护卫都没带，使者团的人也没带。这不奇怪吗？这就是方便凶手了呗，怎么方便怎么来，故意找死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他故意找死啊，怎么方便凶手怎么来。我说的话没错呀，你想想，为什么晚上走不等到白天？就带3、4个人，为什么不带护卫和士兵？按理来说，他是害怕才走的，更应该带多些人保护他才对。我说的没问题啊。没劲。哎，干嘛去啊？能干嘛去？回客栈啊。宋慈，我推理的有问题吗？好像你这次的研究有些道理。给你个奖励。还有奖励呢？当然。哎，现在就给我吧。小二，哎，等会儿，客官，结一下酒钱。啊！李子华，这就你说给我奖励？哼！说吧，现在只有我俩了。你还需要问我吗？你想的不是和我想的一模一样吗？你也怀疑金国使者？这金国使者死之后，阿兰一点都没有悲伤，而他可是这金国使者多年的贴身护卫，他这表现是不对劲的。那赵小六也许说的对，这金国使者就是故意去送死的。我查了一些资料，这卓鲁图曾经是金人第3次南下的功臣，而阿兰是他的妹妹。我怀疑那个卓鲁图就是假的。那真的是曾先生吗？哥，阿兰，坐。一切都还顺利吗？哥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都在按照您的吩咐办。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你不需要明白，不明白，也就不用为这件事负任何责任。记住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。是。这长风客栈是在应回城的角落里，而我们是误打误撞的住了进来。这真的卓鲁图和我们住在一起，而这假的卓鲁图则住在驿站里。本来他可以不动声色地躲藏起来，可是这赵小六却纠缠着白姑娘，说你这么漂亮，应该吃点肉。而这身为同姓的阿兰实在觉得反感，于是就跳了出来。喂，你这人好泼皮无赖，看人家长得好看，非要给人家吃饭呀？对，这阿兰跟曾先生完全不知道小六是六扇门的捕快，而我们2个也参与了这件案子的调查。你觉得阿兰会不会担心我们怀疑他们呢？肯定会担心。这边的相遇是意外，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会怎么破案。可是，这阿兰姑娘的出现太为扎眼，
如果你是着陆图，你会怎么做？肯定不想让我们活下去。但我们也看到了，本该是着陆图护卫的阿兰跟曾先生在一起。我明白了，那晚的凶手。没错，看来我们的猜测都是正确的。这曾先生是真的着陆图，但他和阿兰在这边的时候被我们撞到了，而我们在驿站也遇到了假的着陆图。他们怕我们知道这中间的关系，于是就派了阿兰和刺客团来刺杀我们。小心！上一次你做的并不漂亮，这个宋慈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人，让我们的计划功亏一篑。明白。这一切都是金人所为。哇，这才第4天就把案子破了，越来越厉害了。这只是推理，但这个案子我们还没有破呢。让曾先生指认呢，让魏大人把那些金人全抓了，问问不就得了？但你能确认我们的推理100%正确吗？所以这一切要一步步来。倒也是。谁啊？是我。请进。宋大哥，你的伤如何了？我给你上些药。哦，那就有劳了。我去买点吃的。你们俩。那就有劳白姑娘。辛苦白姑娘。这燕回城的龙蛇绿可是难得的好茶，走遍了这么多家铺子，只有这一家是最正宗的。小兄弟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你是在跟我说话？是的。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是那个叫宋慈的让你过来找我的吧？有话就直说，500两银子，可别想要这一壶茶就给我打发了。在下李子方，建阳人士。你觉得宋慈那个家伙会有500两银子吗？这和你无关。这是通德钱庄的500两银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要是给了你，你是不是会马上离开？我就问你是还是不是？这和你没有关系。等等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为了钱，但我也不感兴趣你是什么目的。我想跟你做笔买卖。跟我做买卖？是的。坐下聊。既然你我的兴趣点都不在这500两，那不如咱们谈点感兴趣的。基本好的差不多了，但有些旧伤，所以可能会落下病根。对了，白姑娘，这段时间你可有见过曾先生？那个做生意的曾先生？没有见过。你们御赐的那晚，楼下吵吵闹闹的，我都没休息好，但他一直到早上都不曾露面。那这段时间你是一直住在长风客栈？请进。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包子。我在燕回城的这段时间，看到燕回城来来往往的商人比较多，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稀有的药材，所以我在燕回城的日子里就一直住在长风客栈。那曾先生呢？他在这儿住多久了？他不是和你们同一天入住的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好奇。对了，白姑娘，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你说。
不过这件事，如果你觉得为难，可以拒绝我。这2个瓶子是从李元志和铁木尔的胃里提取出来的，我想看看他们之前有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。你这也有点太直接了吧？算了，你要是觉得恶心，就当我没说过。交给我吧，我之前在京城的时候也经常帮人检测死者是否中毒和服用药物。等我消息吧。有劳白姑娘了。哇，这不说话又干练的女人，真有魅力。我看你俩都挺变态的，你是找到知音了？说什么呢？我只是觉得燕回城里什么人都有。对了，刚才白姑娘说这个曾先生，在我们遇刺那晚，他一点都不好奇。看来是时候揭露他的真面目了。你怎么老这样？你慢点，你不能喝就不喝嘛，看把自己喝成这样。我能不急吗？就3天了，死了3个死者啊！这个凶手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急有什么用？喝酒能找到凶手？后面那干嘛去？去干嘛？散席啊？干嘛？我陪你走。出来吧，阿兰姑娘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一开始我并没有怀疑过你，只不过当这金国使者死了之后，我就知道是你了。我不明白。一国使者因为害怕要连夜出城，这本身就是个问题。而他要回去的原因是因为害怕，可在害怕的情况下，贴身护卫和使者团的人都没带，这又是一个问题。你作为贴身护卫，没有跟在身边，而是在长风客栈跟着商人在一起，这就是个最大的问题。若是没猜错，这死的是假的金国使者，而真正的金国使者就是长风客栈的着陆图曾先生。是又如何？想找一个替死鬼，让我们以为这金国使者已经遭遇了不幸，可以和自己撇清干系。但可惜，你的做法太过拙劣。少说废话！小心！又是你！阿兰护卫，放弃抵抗吧。宋公子已经将你们的计划告诉我了。魏大人，这金国使者着陆图涉嫌策划了这一系列杀人案子，你是不会不管的吧？我们这就去长风客栈。殿下，这你都已经笑了半炷香了，你别吓我呀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这嘴角老往上翘，控制不住了。是不是白雪燕那个女人？我找她去。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跟人家白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殿下，是不是因为白雪燕让我心神荡漾了？你这样真的值得吗？你懂个屁呀！爱情是需要付出的。可是，老孬，去，给我打盆水去！我老这么乐，乐的嘴角有点干。哎呀，哎，轻点，对不起了。
没想到啊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金国人的这次阴谋，这么快就被宋慈小兄弟给识破了。可是魏大人，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，比如这帖木儿和李元志的死，这凶手究竟是怎么做的，我还是没想明白。若不是这假着陆图的死做得太过拙劣，这金国人的阴谋我根本就发现不了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现在凶手已经抓到了，真的着陆图就在长风客栈等着瓮中捉鳖，到时候等人都拿到了，让他们自己说怎么杀的。你怎么想的？我觉得前面的案子做得那么高明，可这个案子做得如此拙劣，根本就不像一伙人干的。有没有可能这个着陆图已经跑了？我早就派人在这儿看着了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案子破了，来抓真凶。魏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着陆图，起来吧。魏大人，魏大人，我要检查尸体和房间，麻烦让所有人到客栈楼下大堂集合。好，都出去吧。你们可有见到过什么可疑人物吗？没有。魏大人什么时候让你来客栈的？有时就让我们盯着了，确保曾先生没有离开。那你们看到曾先生了吗？我们盯了大约有1炷香的时间。那个曾先生从外面回来，是我们的人看着他进了客栈。哎，这位大人，1炷香的时间不应该啊。我们当时就在客栈里边，怎么没发现呢？郎导，走去楼上查查，看看有没有。等等，宋慈正在楼上勘察现场和检验尸体，你去添什么乱？谁添乱了？我添乱？我是神捕，我还添乱？按严格意义上来说，着陆图被杀的时候你也在场。更何况你住他隔壁，你也是嫌疑人之一，嫌疑人不能参与调查。你是说我嫌疑人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莫名其妙。啊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这小子说我是嫌疑人。你来说说，我是嫌疑人吗？捕头大人，是这样的。今天晚上，为了捉拿着陆图，我的人天黑之前就已经将长风客栈给围住了，而且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出入，所以在座的都有嫌疑。要不说你是魏大人呢？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魏大人，这现场我勘测完了，我需要问所有人的话。好，这血已经凝固。死者尸斑还未出现，我猜测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子时左右。我需要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。
我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，这个时辰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了，没有办法互相证明。而且着陆图的死，好像没人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。哎，魏大人，当时我好像听见声音了。我听见他们说话，应该是子时后半炷香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对不起了，因为半炷香之前，我听见外边打更了。那你是一直在屋子里啊？子时之前呢？你问那么细干嘛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子时之前你在干什么？还有你为什么要笑？我没笑。哎呦，赵公子从头到脚都不舒服，我给他扎针了。嗯。白姑娘，你想看我笑，直接跟我说呀，扎什么针呢？你之前听到的声音，那咚的一声，应该是凶手在切割尸体。因为你的床和他的床就隔着一堵墙。宋慈，那你的意思，我睡觉的时候隔壁正在分尸呢？没错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在你敲墙的时候，和你说话的那个人，应该正是凶手。啊！所以说，此时之后的一炷香的时间，我要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。魏大人，金兵进城了。撤！作为金国使者团的武官，将军半夜重兵入城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我大金使者不远万里，应你大宋之友前来会盟，却惨遭杀害。你不去抓捕凶手，却扣押我使者护卫，你们是何居心？你们金国使者不是昨天白天就被杀了吗？你还是说将军你也知道，昨天被杀的那个是假冒的？你金国使者隐藏身份，躲在小小客栈，这回被人所杀，却又怪罪到我等头上，实在冤枉。至于你，使者护卫不保护使者的安全，却去刺杀我大宋的百姓，这又是为何？少废话！使者大人被杀，这笔账你们就要还！听我号令！快！韩大人到！太傅大人，真是让人头疼啊！你大金使者改变主意，拒绝参加会盟，说要回去，老夫无奈只能放行。但是谁能想到，被人杀了。老夫正在疑惑被谁杀的，
结果发现是个假使者，啊！可现如今，真使者也被人杀了。哼，老夫实在不明白，也看不清，到底是谁在演戏呀？怎么的，韩大人？使者死了，你还要杀我们使者团陪葬吗？大胆！你金国低阶武将，居然在马背上和我们大宋太傅大人这么说话！下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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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就是想教你怎么做人。年少终怀大志，总